大家好，我们这节课来画一幅这个4尺斗方的这个紫藤。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构图。斗方69乘以69。我们还是一样的，还是先找到一个中线的位置。我们在画的时候，不管是出枝还是落笔或者是破边，都避免在中线的位置。然后我们这一幅的话，我们设计很多花的。那我们这里直接这一堆画很多花，就我们以前是很少画这么多花的。然后这两边出枝两边这个角我们可以把它留起来，两边出枝，出一些枝，出枝，然后在这里再来一串，下面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叶子掉出来这种细节这个紫藤这里让它很多，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图。我们这个构图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让这一组多的这一组很多，这一组少，让它形成一个多和少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把这里画得很密，这里画得很密，然后这里很疏，我们又形成一个疏密关系然后我们在画紫藤的时候，颜色要有前有后，假如说我们前面这几串我们可以画的颜色深一点，后面颜色会越来越浅，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这种颜色深浅的这种变化。还有物象的虚实，到越后面我们的物象越虚，我们可以画一些虚的，又有一种虚实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个画面上它才会更加丰富，好不好？颜色的话还是跟以前一样用的颜色。颜色我们就不每一节课里面去讲颜色大概就讲一下构图就可以了。颜色我们画花还是用的这个玫瑰红、胎气蓝、胭脂，还会用一些太白和这个藤黄。画花就这几种颜色。叶子的话我们可以随意，叶子可以跟牡丹一样的，用花青藤黄加墨，或者是酸绿藤黄加墨，或者是这个三青加墨也可以，都可以。好，颜色叶子的颜色就是自由，画到最后。我们现在这个课程也是到最后了，前面已经有很多这种作品的示范了，到后面的话颜色的话你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去画就是天马行空的一个表达自己的情绪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到后面可以放开来画，好不好？好，那大概的一个构图就是这样。那我们把这个斗方的纸拿过来，4尺斗方的纸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你如果说找不准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对折一下。其实到最后不需要说找得很准你画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画在什么位置你可以根据当时的画面去把它慢慢去完整，去调和，去整理。来，我们首先把这个要画花的颜色挤出来，玫瑰红、胎气蓝、胭脂、藤黄，还有这个太白。玫瑰红、胎气蓝、胭脂、
藤方和太白我们放到一边备用。好，笔洗干净，洗干净，笔肚里面是要有水分的，不要太干了，当然也不要太多水分。然后我们调这个玫瑰红，你画的时候也可以一开始你就加一点太白进去，就看你自己喜欢啊。然后调点这个胭脂，好，我们可以开始。随便从哪里开始就可以啊。来画这个紫藤花最下面的这个花苞，画的时候注意这个多少、疏密、浓淡、深浅的这种变化。它的上面越来越大，花瓣越来越大。我们画这个紫藤花的花瓣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就是很多了，讲了很多，也有细讲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初学者先把它的关系找准。来，有大。那我们这朵花我们画红一点，里面颜色也是一样有深浅变化。好，我们到上面的我们可以调一点点太白进来，笔肚里面加一点点太白。越到上面，这个花瓣越来越浅，颜色我们要越来越淡。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太清蓝进来。好，这一笔水分稍微多了一些。好，这个颜色越来越浅，你看，这是从由浓到浅，一个浓淡的这个变化，还有这个干湿，那这些有一些干的，这些比较湿，干湿、浓淡。好，这一串花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子了。我们画这个一串花的时候，我们避免把它画成一个倒三角形，总要有一点点这种跳出来的这种花。好，这个深的里面偶尔掺插一点点浅色的。好，这一串，那么下面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串。再来一串，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太清蓝进来，从这个下面来。颜色有一点点变化。花也是越来越大了，颜色也是越来越浅了。
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可以一样的按照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的这种笔法去画。好，这又一串。啊，这里又一串了，那我们再接着来，接着这一边，最前面的我们都画一些比较深色，颜色比较深一些的。那这下面的花苞颜色都是通常是比较深。最深的就是下面这个还没有开的这个花苞的这一块。那我们这两边要有一个疏密关系，这一边我们让它很密。这边让它少一些。那我们这边让它这个干，这个笔用来干，然后有一些地方我让它湿，有这种干湿。我们越到上面，我们的颜色会越来越浅，浅的地方我们加一点点这个太白进来，加一点点太青蓝进来，那颜色让它形成一种这种渐变的色，有些花瓣很大。好，这里又是一串了。这个浅色的我们可以在下面有些地方出现一点点。这一串我们这一串花它也是每一串花都要有一定的变化啊。就看这一边，这下面这一块这边多，这边少。然后用笔的话，颜色的话，这下面是深，上面是浅，然后下面是浓，上面是淡。有这种对比关系，还有这种花瓣的大小关系。你看下面这些小花苞很小，上面的这个盛开的越来越大，形成一种强烈的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好，我们在旁边这里再来一串。颜色越到上面，我们越来越浅。加一点点这个太青蓝和这个玫瑰红在一起调和，调成一种这种紫色。那每一串花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颜色。
越到上面颜色越来越浅。好，这一串又比较紫一点点，颜色比较紫一点点。好，我们这时候这一边很多哈，很多花。啊，这一串的颜色又有所不同。这一串我们用的太清蓝比较多。啊，这一串太清蓝比较多，颜色还是一样的，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啊，这里一串已经很多了，那我们还要继续哦，还让它更多。这里我们再掉下来一串，掉下来一串。掉下来这一串我们可以画稀一点点了。一样的有这种对比关系，深浅浓淡还有多少。好，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是在后面的层次，颜色会越来越淡。好，这个紫藤现在已经很多很丰富。我们前面的层次，那这里还有一串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地方画一串，那这个地方我们画红色一点点，用这个玫瑰红和胭脂来画，让它跟这一串这里的红有一点点呼应。我们越画到后面，我们这个用笔越来越大胆，还有潇洒，还有就是不要太拘谨。颜色到上面越来越浅，但深中有浅。你看有这种湿的，很湿，干湿。现在我们可以来点太清蓝了，来一点点太清蓝和太白。
我们这花就画这么多串了，差不多。好，现在我们把这所有的花都画了之后，我们要把它的花柄、花托把它先画了。那我们要调一个花柄、花托的颜色。花柄、花托，我们还是用这个藤黄、三绿，还有朱标、胭脂。藤黄、三绿，朱标，胭脂。笔洗一下，洗一下，笔肚里面要有水分，要有水分的情况下去调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才调得开。把这个三绿和藤黄，哇，这个盘子有水。三绿和藤黄，笔肚里面水再多一点点。三绿和藤黄调和，调成这种嫩绿色。笔尖调一点点这个朱标，再加一点点胭脂。好，我们把每一串花用这个花柄把它连起来。笔尖要有一点胭脂。好，画上它的一些花柄。当然，这些很密的花，很密的，基本上看不见。花很密的，看不见了。好，把这些画都串起来。好，串起来。好，还有我们把它所有的花托也要加一下啊！哇，还有这一串。
好，所有的小花托。用这个胭脂深一点点的点上这个花托，这个花的话，它会更加有这个颜色的这个层次。当然，我们点的时候不要每个地方点，就找一些地方点，一样的让它有这个疏密关系啊。就是下面这个小花苞的话，每一个都点。然后到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地方，因为不是每一个花托都是露出来的啊，它可能只有少部分会露出来。你看，偶尔有一些地方点。好，有一些地方点，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点。好，点了之后，点了小花托之后，我们这个花上用一些太白，用一些藤黄啊，太白加藤黄，水分不要太大，要有水分啊，笔上要有一点点水分，把这个太白和藤黄调和。点一些啊，也不要整个花、整朵花上面点，有一些地方点一下，点醒一下，对这个画面来说是一个提亮的作用。可以，现在有点干啊，有点干，所以它是点了之后它就在一堆了。其实它要有一点点晕开会更好，有一点点用水把它融开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好，这样子也行吧。画画我一直说画画就是一个自由的，就没有说一定我们要让它怎样。那我们现在它是这样子，我们就让它是这样子，就是它是比较干的，点上去它已经干了，我们这个画面已经干了啊，点上去它不晕开，它又是一种美，晕开了之后它又是一种美，就是不一样的美啊。我们说的晕开了是这个花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点上去，它有点跟这个颜色发生一点变化，把它晕开，比较散，不像这里看得到两个点的意思。看得到两个点，其实它也可以啊，也没有问题。哎，这一朵花还忘记画这个小花托了。好，一样的点上一些。
好了，这一组花就基本上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加上一些叶子。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加叶子。